我要去深圳了。董事长帮我介绍了那边的工作。继续留在这儿的话，我怕我还是会认不出来这儿。我想换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像一个没有过去的人那样活一次。之前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只要一想到以后见到你都得躲得远远的，心里就难受得要死。但现在我很开心。以后如果再遇到你，我一定会走到你面前，向你打招呼。这样真好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回去吧。明天一路平安。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贴着心的温热，划走谁的枷锁？就算相互折磨，也不用说原谅了。争执里的对错。明天见。生活爱的选择，卸下沉默，是否不得解脱？更加难过，还剩下什么？那些未曾相遇的结果。也许目光再度炙热，不假思索，去拥有最平凡的执着。我会很快乐，哪怕终究是得过且过。往昔虽在梦中定格，斑驳闪烁，将世间所有你的轮廓。我会很快乐，哪怕终究抵不过落寞。往昔虽在梦中定格，重塑躯壳。
这世间所有你的轮廓，叫做我，就是我。我是老板楚丹，欢迎你，来，大家喝一杯。欢迎！你们慢慢喝，我去忙。说说吧，怎么认识的？我之前演过江导的戏，江导之前获过奖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啊，这事儿能不在这边提吗？那个短片真的太有才了，我当年看完以后，我真的做梦都想演江导的电影。然后过了1个月，我经纪人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演江导新电影的女1号。那段时间我跟你们说，我简直就开心疯了，我每一天都琢磨剧本。然后开机第1天我就懵了，我1场戏大概拍了有几10遍都没过。最后江导告诉我，让我用眼睛发出无声的呐喊。老师，你看，你们都觉得奇怪吧？江导还有很多奇怪的想法，我每天都在琢磨他到底什么意思。然后我就越琢磨越想不明白，越想不明白就越不会演戏了。后来发展到我一站在镜头前面，他就皱眉，然后他一皱眉我就崩溃了。大概拍到1个月的时候吧，然后我就落下一个毛病，就是我看到镜头我就害怕。我这毛病到现在都没好，然后就不敢接戏了。佳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呢？他本来就不会演戏。他之前就这么说我，弄得我自信心都没了。但是我发现，你见到他还是很开心的嘛。因为开车拉货的导演太可爱了。我有段时间一直觉得是我的问题，但是看到导演变成这样，好像有问题的是导演，好像不是我。要是导演现在拍出一部大片的话，那我应该会哭死的。谢谢你，导演。谢谢你也完蛋了。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喂，在哪里？在外面。你上次说那个生物医药公司有资料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想看看。我现在还有点事情没忙完，晚点回家给你。喂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
不好意思，刚才打错了。东山，咱有点出息好不好？啊，这每次踢球前你就惦记这顿酒，咱能不喝吗？啊，你可拉倒吧！你这么弄，这球队都得黄。踢球不就是为了这顿酒？哇，老陈咋了呀？啊，出去了，谁替我上一下？不是你这上岁数了吧？不是你们干嘛来的？哎，你合着让咱们8个对9个呀？连输5场了，再输没人愿意跟咱们踢了。佳龙，你替我上。我不行，我今天没。哎，你别说，快点，使劲。哎，我跟来，让我跟上。哎，再见，快点踢我。怎么样？这使劲。我行。走路。马上11假期了，再把年假请了，我们一起带安安去冰岛看极光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跟你没关系啊？不是，我本来想带妈去转转。那就带妈一起嘛。她不敢坐飞机，又怕我们花钱，她怎么肯？那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就在国内走走，大家一起也挺热闹的。老公，就带着我跟安安一起嘛，走远一点，看看不一样的风景。明年吧，明年咱们3个一起。你都说了多少次了？算了，我带安安自己去。几点了？不是说好中午就回来了？1周就1个周末，这你都能忘了？老池他儿子收到录取通知了，就拉着大家去庆祝。一会儿老池，一会儿小舅，永远都那么多事儿。不是，我就踢个球，你至于吗？至于，就至于。当初换房子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要么离你公司近，要么离我公司近。你就是想选这个片区，选了这个片区，你隔3差5就跟他们在一起，不是喝酒就是踢球。你的眼睛还能跳出这个片区吗？你看看我们那些同学、那些校友，他们都在做什么？哪怕你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儿都行啊。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儿？哎，干嘛呢？那外甥媳妇没来呢，你怎么到哪儿去？一军来不了，
还得加班呢。那周末的加什么班啊？那现在嫂子是合伙人，肯定忙。你从升职以后好像还没来过。你都说了合伙人嘛，你知道合伙人什么概念？都很忙。佳琪，问我，一军的人好强，凡事都不落人后头。他自己拼不说吧，安安这么小就送到国外去了，多大的心气儿！所以你得努力。你们俩差距不能太大了，差距大了以后，两人就想不到一块儿去了，想不到一块儿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。行，这边，来，马上说，我上，哎，下房子。咋了哥？不踢了？这怎么踢啊？目前为止能吃啊？啥意思啊，哥？能吃。干嘛呀这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刚刚是不是有人拿球砸他来着？谁呀？哥，王三，哎呀，拦住！哎呀，刚刚是你拿球砸我哥吧？那不界外球吗？怎么了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他是纸糊的吗？是你踢球那么脏呢？谁脏啊？你懂不懂球啊？干嘛？哎，别住手！哥，别！我哥上1个礼拜班了，就今天踢1回球，给你恶心走了。我恶心了，在这儿除了你们谁没有班啊？这怎么还得哄着你啊？愿意踢踢，不愿意踢滚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再说一遍试试！你试试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也就这岁数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知道吧？走，行了。这是球场，能踢踢，不能踢滚下去。要不站住！走！别他妈的！住手！别他妈跑了！下次再让他们球队踢一场，我今天都没上场干呢。贵，我们比踢球贵。要不是啊，看你把年纪了，我怕他们拆了你这身老骨头。今天不可能算了啊！不乐意听你说这话，我个岁数啊，你看刚才一练手，你的青春又毁了吗？哎呀，慢点，我这脖子也扭了。佳琪呢？看见没？刚才在前面呢。来，你扶我一下，扶我。
佳琪，哥，你跑哪去了？啊？不都替你付过气了吗？怎么还生闷气呢？出来透透气。你要是不爽，我就把这手，咱再单独练一次。我哥是那种人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钱啊，都不用别人。天啊，你装不动。哎，你说不爽了？就你怎么说？哥每天拉火车，哪儿喝酒去？要喝成这样吗？怎么有股炭火味儿？这就是你说的常和董事长来露营的地方。什么露营？他就是来烤火呀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偶尔出来透透气，跟城里不一样。我们董事长啊，对烤火简直是痴迷，然后再讲一讲他当年在农村那点事。要我说啊，还是改变不了农民的习性。来，暖暖手。好。怎么是吃烤肉了？你什么时候酒醒了，把医药公司的资料看了？一定要这样吗？你保证过吧？不会再进我家了。我好好敲门了，你也不开。今天我不想一个人过，一起吃点。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？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你做的烤酥了。你做完之后啊，让他带到学校，我们俩饿了就偷偷吃点。我把附近所有的桃酥都吃遍了，就这家跟你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现在也瘫了，做不了了，所以我给你带过来了，一起吃。坐。你自己吃吧。我爸最喜欢的叉烧包，今天是他的忌日。我刚从公墓回来，这也算是祭品吧。吃祭品好啊，增福天寿。来，让我爸保佑你长命百岁。够了。起来。对。
是不是不想让你奶奶多活几年啊？啊，是不是不想让她好好的？我他妈对你一片好意，你想捅死我？你想让我跟我爸同一天忌日是不是？你去不去啊？啊！你是个善良的人。你是个善良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又来找你了。给你打电话不接，我猜你肯定出事儿。都打成这样了，你报警啊！报警干什么？欠债还债不应该的。你不是一直在还吗？利息也没有少。为什么要受这个罪？我欠的不是这个债。你当年要是不反抗，他爸那个样子，你和奶奶能活到现在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打心眼里就没有放过自己，才让他这么打你？放过不放过，有区别吗？生活与你。张总监，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，因为有举报线索，我们就只能查下去，这事儿就没法了结。我就只能这样一次次约谈你。如果是顾总真的有什么问题，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。你要是有什么证据，不如交给我们，由我们来彻查，也名正言顺啊。你们监察室不也归 CEO 管吗？就算我真的有什么证据，你们会查下去吗？这监察室真的该整顿整顿了，查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拖下去不是办法呀。还有那江佳琪，自从上次聚餐之后，有点丧心病狂要报复的意思。那录音毕竟是真实存在的，咱索性直接上报董事会吧，就用他暗中调查你这件事情为由，直接让他走人。您说呢？既然监察室的人已经接手了，那就交给他们处理。我们插手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。什么联想？就好像录音和举报都是我们做的一样。哎，佳琪，问你什么了？还是那些问题。佳琪，我们是自己人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说，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共同应对。你对我有意见？没关系，可以直说，有道理的我一定会听。但是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没有必要，是吧？
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按照监察室的说法啊，好像佳琪在暗地里调查顾总。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？佳琪好像怀疑购物卡的事儿，包括庞健出事儿，都是顾总的安排。有证据吗？监察室倒是都搜过了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的。这个苏更生啊，作为监察室的头，竟然一点没跟我提过。可能考虑到顾总连任是个大概率，他会有顾虑吧。想找个信得过的人，真难啊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哎呦，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去接您多好。哎，你们都是公司的顶梁柱，他不像我一个大闲人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好。哎，好，坐吧，坐吧啊。董事长，哎，佳琪啊，我想约你聊一聊，怎么样？后天周末，咱俩打场高尔夫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不会打高尔夫。哦，那你会什么呀？足球。足球？好。足球的话，50年以前我可以给你踢一场。现在不行。现在是肯定不行了。董事长，我在百花山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，我想着呢，周末我准备好柴火还有帐篷，咱们去一趟。好啊，后天不就周末吗？早点接我。好嘞。佳琪，怎么样？后天一起去。怎么又会烫火味？没事，吃烤肉了。早晚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。董事长，要不然我和医生说一声，晚上我带您去喝个一分汤。啊，不用，这周末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呀还是有眼力见儿的，啊。好啦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啊。我送您。回吧。浅薄。就老爷子的态度，张佳琪，我们一定要争取过来。老大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那个苏萨案例的受试者声明。什么声明？他承认了参加实验的时候隐瞒了药物过敏史。但咱们的素材报告已经出过了呀。是啊，如果受试者隐瞒了对某种药物的过敏史，并且在实验期间服用了类似成分的药物，那么出现不良反应就未必是 SA0988造成，那么我们苏 Sir 的报告可能就不成立了。公司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苏萨会导致监管部门拒绝让 SA0988上市，缺什么来什么，对吧？这也太巧了吧！你们赶紧把这位受试者所有相关的数据跟报告调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